400多亿，108辆 M1ART 两大主力旅第一次完整拉上演习场，这是台湾装甲部队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翻身仗。过去靠着老勇虎、老 M60硬撑门面，现在重型装甲反击体系终于有了实打实的骨架。那么 M1ART 到底强在哪里？台湾规划的这套重装反击体系逻辑是什么？真的补齐了防备缺口吗？在 M1ART 交付之前，台军装甲部队是什么水平？各位朋友心里都有数，说出来都是泪。主力 CM1 勇虎说穿了就是 M48、M60的老车体，硬塞了一套 M1 的火控凑合用，几十年的老骨头，基建老化到什么程度？防护火力放到今天早就力不从心。还有大量 M60A3 服役了几十年，很多零件都得靠翻库存找二手。演习的时候甚至出现过行驶途中盖板直接掉在路上的窘境。这么多年，台湾的装甲部队一直是拿着旧车硬撑场面，很多人都调侃说这叫骨灰级元老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，M1ART 来了，108辆 M1ART， 扣掉训练用车，分配给北部两大主力旅584装甲旅、269旅，120毫米滑膛炮、热成像观瞄、燃气轮机引擎、加速快、机动猛，这套东西跟老坦克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。车长、炮长各自独立热成像，昼夜都能搜索锁定目标，发现敌人到开火，几乎是眨眼之间的事。演习实弹科目里，单车编队射击靶标，火力压制那干脆利落，真的是让人看了直呼过瘾。这次演习最让人惊喜的科目是 M1ART 直接开到桃园国际机场跑道周边布防，模拟一旦机场遭遇空降突击，这些重装部队立刻杀上去，封锁跑道，反击机降部队，把机场夺回来。看到这一幕，很多人是真的激动到起鸡皮疙瘩，因为这才是台湾该有的防卫姿态。以前台军的思路很大程度上是暗滩歼敌，堵对方在滩头强登，台军的装甲部队从后方营区冲出去，把敌人推回海里。可这几年大家都看得出来，对岸空中突击、空降能力越来越强，万一人家根本不走2期登陆这条老路，直升机机降、运输机空降直接扑向桃园机场、台北港这些要害节点的，老坦克机动性、防护都跟不上，很可能拦不住这种快速突击。就像俄乌战争安东诺夫机场那一战，俄军空降兵突击机场，乌军地面重装部队快速反扑，把跑道毁掉，后续运输机没法降落，先头空降部队被打得很惨。所以这次 M1ART 在桃园机场周边的布防演练意义真的不一样，不再只是死守海岸线，一旦对方在台湾腹地关键节点实空降、机降，就立刻有重型坦克部队可以快速机动过去，硬碰硬打反击，把突进来的敌人吃掉。配合滩头反登陆，滩头挡不住就放进来，靠重装装甲旅实施机动反击，把登陆部队压缩歼灭。那么换装 M1ART 之后，这套重装反击战术到底能不能扛得住最恶劣的实战考验？我们分析一下台军这套重装反击到底是怎么设计的。你会发现这套思路真的比很多人想的要扎实得多。第一套反登陆，对方2期部队要是敢强行抢滩，台湾的重型装甲部队就在后面等着，4级发起反击，直接把登陆滩头的部队打回海里去。第二套反机降空降，就像这次在桃园机场演练的那样，一旦对方直升机、运输机向空投兵力抢占要点， M1ART 立刻杀过去，快准狠地夺回关键设施。有人会问，万一对方动作特别快怎么办？没错，这确实是要练的地方，反应速度、道路机动，这些都是接下来要磨合的细节。桃园机场离海岸线才3公里，位置极其关键，这也正说明把 M1ART 摆在这里布防是真正的排兵布阵，直击要害，不是摆样子。客观讲一句公道话，这批战车实实在在把台湾地面装甲的天花板给拉高了。在局部遭遇战、城镇外围、平原地带的对抗中，它的火力、防护、观瞄对比对方的轻型空降载具、步兵战车优势非常明显。过去台湾的老坦克面对这类目标，经常有种有心无力的感觉。现在不一样了 ，M1ART 给了地面部队一张实打实的硬牌，这份安全感是钱买不来的。很多网友讨论 M1ART 能不能对标对岸的991转战坦克，网络上怎么说的都有，但其实理性想一想，反而会让人更有信心，因为未来的战场上，坦克对坦克硬碰硬压根不是主要的战斗模式，真正的威胁来自天上，来自无人机，来自远程精确打击。坦克面对的是一整套立体作战体系，不是单挑对决。也正因为这样 ，M1ART 的价值反而更精准。M1ART 专门用在地面相持阶段，城市外围要点争夺、压制步兵、轻型载具、执行反击扫荡任务，这就是它的战场，它就是为这个而生的。用在这上面简直是如虎添翼。汉光演习上 ，M1ART 的这次亮相，证明了台军已经拥有了这套重装反击的基础，这是从0到1的突破。M1ART 或许不能单凭100多辆坦克就扭转整体力量对比，
但它确确实实、真真切切地提升了台湾北部地面装甲部队的硬实力。不少朋友说得很实在，买武器只是第一步，真正难的是把武器融入台湾的作战环境，把人、装备、后勤全部磨合到位。现在 M1A2T 登上汉光演习的舞台，代表台湾已经走完了第一步，而且是最关键的一步。那你觉得光靠108辆 M1A2T 够不够撑起台湾北部的重装反击体系？还是说台湾还需要更多类似的关键装备？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，我们一起讨论。